荆州夜月气苍苍，魑魅横行作虐狂。基因所凶原底是，铁窗求身恨难长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在加州阳光明媚的街区里，一个貌似普通的老人，在他平静的面具之下，竟隐藏着美国最臭名昭著连环杀手的真面目。他曾是一名警察，一个邻家大叔，却在夜幕降临时化身恶魔，让整个加州陷入长达40年的恐慌。从1974年起，他像幽灵一般潜入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家庭，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法折磨受害者。他会花数小时在受害者家中游荡，在厨房悠闲地吃喝，甚至给警方打电话挑衅。没人知道他是谁，没人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谁。当他最终被捕时，整个美国都震惊了。这个残暴的连环杀手竟然就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，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荆州杀手的黑暗世界。1974年的维塞利亚，一个宁静的加州小镇，居民们习惯于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然而，这种安逸的生活很快被一个神秘的入侵者打破。他被称为维塞利亚劫匪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潜入一家又一家民宅。与普通的窃贼不同，他并不急于盗取贵重物品，而是花费数小时在屋内逗留，拿走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，比如家庭照片或仿制珠宝。他的行为怪异，令人费解。1975年，在一次入室盗窃未遂后，他开枪打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绑架女儿的大学教授克劳德斯内林。这起案件震惊了整个小镇，也预示着维塞利亚劫匪的犯罪升级。2年后，恐怖的阴影蔓延到了萨克拉门托。1976年6月，菲利斯·亨尼曼在家中遭到袭击，成为东区强奸犯的第一个受害者。此后，类似的袭击事件接连发生，作案手法如出一辙。袭击前会有奇怪的无声电话或挂断电话，受害者多为独居女性或与孩子一起生活的女性。犯罪分子会在夜间潜入受害者家中，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受害者的脸，使其短暂失明，然后实施强奸。他会在受害者家中待上数小时，肆意翻找物品，甚至在施暴过程中吃喝东西，表现出极度的冷酷和残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东区强奸犯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以情侣为目标。他将男性受害者捆绑起来，并在其背上放置餐具，威胁他们如果餐具掉落就会杀死他们，然后对女性受害者实施强奸。1977年3月，警方接到一个自称是东区强奸犯的男子的电话，他在电话中嘲讽警方的无能，并声称已经锁定了下一个目标。东区强奸犯的恐怖统治持续升级，他频繁作案，平均每月2次，让整个萨克拉门托社区人心惶惶，家家户户彻夜亮灯，门锁销量激增，人们甚至不敢独自出门。警方承受着巨大的破案压力，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搜捕行动，但东区强奸犯却像幽灵一般，总是能够在作案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熟悉地形，精于躲避，从未留下指纹等关键证据，让警方束手无策。更令人恐惧的是，他还会打电话到警局或给受害者家属写信，嘲讽警方无能，并炫耀自己的罪行。例如寄给媒体一首名为《渴望刺激》的诗，诗中充满了挑衅和恐吓。与此同时，在南加州，另一个被称为原始夜行者的罪犯开始出现。他同样以入室盗窃、强奸和谋杀情侣为主要犯罪手段，作案手法与东区强奸犯极其相似。1979年10月，在歌利塔，一对夫妇在家中遭到袭击，但由于邻居听到尖叫声报警，原始夜行者不得不仓皇逃窜。几个月后，另一对夫妇在歌利塔的家中被枪杀，这标志着原始夜行者的犯罪升级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南加州陆续发生了多起类似的谋杀案，
受害者均为情侣，且大多在床上被杀害。由于作案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，警方最初并没有将这些案件与东区强奸犯联系起来，加之当时的 DNA 技术尚未成熟，跨区域案件信息共享机制也不完善，导致警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意识到，他们追捕的其实是同一个人。民间对于东区强奸犯和原始夜行者的猜测和讨论也从未停止。真实犯罪作家米歇尔·麦克纳马拉的深入调查和写作，更是将这些案件推向了公众视野，并最终创造了金州杀手这个名字，将这些分散的案件串联起来，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真相：加州正在遭受一个连环杀手长达10年的恐怖统治。然而，即使有了金州杀手这个统称，追捕的迷雾依然浓厚，凶手的身份依然成谜。时间进入21世纪，DNA 技术的发展为金州杀手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新的希望。2001年，通过 DNA 比对，警方最终确认了东区强奸犯和原始夜行者其实是同一人，这使得原本分散在加州各地的案件得以串联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。然而，尽管警方掌握了凶手的 DNA 信息，但在当时的数据库中并没有找到匹配的结果。金州杀手的真实身份依然隐藏在迷雾之中。转机出现在2018年，退休冷案调查员保罗·霍尔斯，一位对金州杀手案件追查多年的执法人员，决定尝试一种全新的调查方法——遗传家谱技术。他将1980年文图拉县一桩双重谋杀案现场采集的 DNA 样本上传到了一个名为吉普基因匹配的公共家谱数据库。这是一个允许用户上传自己的 DNA 数据以寻找亲属的网站。霍尔斯的这一举动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。通过吉普基因匹配数据库，调查人员找到了与金州杀手 DNA 部分匹配的用户，这意味着这些人可能是金州杀手的远房亲戚。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，调查人员需要像拼图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金州杀手的家族谱系。经过数月的努力，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叫约瑟夫·詹姆斯·德安杰洛的72岁老人身上。德安杰洛曾是一名警官，后来成为一名卡车机械师，居住在萨克拉门托郊区柑橘高地。他的人生轨迹与金州杀手的活动范围高度重合，而且他年轻时的照片与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的画像惊人的相似。为了最终确认德安杰洛的身份，警方秘密地从他丢弃的纸巾中提取了 DNA 样本，并与犯罪现场的 DNA 进行了比对。结果证实，德安杰洛就是他们苦苦追寻了40多年的金州杀手。DNA 技术的突破，终于撕开了笼罩在金州杀手案件上的迷雾，让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暴露在了阳光之下。2018年4月24日，约瑟夫·詹姆斯·德安杰洛在家中被捕，消息一出，举世震惊。金州杀手的落网，不仅标志着加州长达40多年噩梦的终结，也象征着 DNA 技术在刑侦领域的巨大突破。然而，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，德安杰洛的被捕只是漫长正义之路的开始。为了容纳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，审判在一个特殊的场所进行——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的宴会厅。在长达3天的听证会上，受害者们勇敢地站出来，面对曾经的梦魇，控诉德安杰洛给他们带来的毁灭性创伤。他们讲述了被袭击的恐怖夜晚，几十年来活在恐惧和阴影下的痛苦，以及努力重建生活的艰辛。一位受害者回忆起德安杰洛是如何威胁要割下他的耳朵带给他母亲，另一个受害者则描述了德安杰洛在他母亲被捆绑和强奸时，他作为一个7岁孩子所感受到的恐惧和无助。这些令人心碎的证词，揭示了德安杰洛罪行的残忍和对受害者造成的深远影响。面对受害者的指控，德安杰洛最初坐在轮椅上，戴着口罩，沉默不语。
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。然而，在宣判前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摘下口罩，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说道：“我听取了你们所有人的陈述，每一个陈述，我真诚地向所有我伤害过的人道歉。”这突如其来的道歉，与其说是悔恨，不如说是又一次的表演，因为他随后便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名为杰瑞的另一个人格，试图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责。这种毫无诚意的辩解激怒了受害者及其家属，也让法官迈克尔·鲍曼感到愤怒。最终，德安杰洛被判处11项连续的无期徒刑，不得假释，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而受害者们也将带着伤痛继续前行，努力重建他们的人生。